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读书有道，一同探索生活的深度，感悟人生的宽度，分享智慧的高度。今天，我想与各位分享的是，王阳明的心学是什么？为何能给人强大力量？王阳明是儒家大师，堪称全能型的思想家。他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心学。这个思想在他的有生之年和今后的历史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阳明的思想精髓源自儒家的亚圣孟子。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内在的良知和良能，这就像我们的四肢一样，天生存在于内心。在宋程朱理学的影响下，王阳明在陆九渊的理论启发下，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最终在贵州龙场悟道，创立了心学理论。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包括3个关键要素：心即理、知行合一、合致良知。其中最核心的思想是致良知。王阳明的心学与其他儒家思想不同之处在于他强调了心的作用。他认为万事万物都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之中，它们的存在依赖于人的认识。王阳明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圣人之道，无性自足，象之求理于是物者物也。他用一个例子解释这一观点，告诉学生，当你没有看到一朵花时，这朵花和你的内心都存在于寂静中，但当你开始观察这朵花，它的颜色一下子清晰了起来，你就认识到了这朵花。这并不是因为它存在于你的内心之外，而是因为你的认知使它有了意义。这并不是唯心主义，而是说，事物对于我们而言，只有在我们认识它们之后，才具有价值和意义。就像一位美丽的女性，如果你没有看到她，它对你来说没有意义，但一旦你看到它，它的美丽将在你的心中产生价值和意义。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强调了人的认知和主观体验对于赋予事物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性，这是他思想的核心。王阳明的心学独特之处在于他强调了心的作用，特别是生命中灵明而洒脱的体验。一个人的心境如果能够保持澄澈，就能够摆脱各种困扰，达到更高的境界。心学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心即理。王阳明的心学与朱熹等理学家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他坚信天理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因此要理解世界，不必四处寻找答案，只需深入自己的内心，因为理就在那里。这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内心来认知外部世界的一切。因此，心即理实际上是指我们内心深处的核心价值观。如果某种价值观不符合自己的本心，那就不是真正的理。因此，心即理实际上是指人内心深处的本心，或者可以说是孟子所提到的良知。王阳明的心学鼓励人们在内心深处寻找答案，强调了自我认知和内心的重要性。这个思想强调了人的主观体验和情感，为儒学思想注入了一种更为个体化和灵活的元素。因此，王阳明的心学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它强调了人的内心世界对于认知和道德决策的关键作用。知行合一是一个哲学问题，不仅仅是哲学领域的问题，还与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态度和心灵修行。传统儒家观点认为，知识是行为的基础，知识的品质影响行为的品质。因此，儒家特别强调致良知。他们认为，你必须正确学习，不可学习不道德的东西，因为一旦你学坏了，
你的行为也会变得不善。然而，王阳明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为中国儒家学说开辟了新的思维领域。他的核心主张是知行合一，意思是一个人的知识和行为源自于自己内心的道德规范，它们都是心灵的本质，知行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也不存在哪个先于哪个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你有良知，就应该按照它来行事，否则就不能算作真正的知识。因此，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就是他的知行合一思想。然而，这里存在一个潜在问题，如果一个人想做坏事，是否应该立即去做？王阳明显然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逻辑上的困境。儒家学说建立在人性本善的理论基础上，认为内心深处有着善良的本性。当然，人类是社会的动物，外部环境的影响可能导致恶念的产生，因此，王阳明明确提出，他的知行合一思想的根本目标是清除恶念。如果将知识和行为分开，那么当心中有恶念但还没有行动时，我们可能不会察觉到恶念，这实际上是恶行的开端。因此，他主张知行合一的理念，即一旦有恶念，就要立即行动，以清除恶念，确保道德行为与内心的善念一致。这就是知行合一的核心作用。这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他继承了孟子的思想，认为每个人都内在拥有良知，无需外求，它本质上是我们的天赋。因此，这良知的要义在于将人的良知觉醒，并将其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人只有首先认识到自己内在的良知，然后将这种良知推广到各个领域，才能达到通晓天理，与天地合一的境界。这良知不仅仅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也是中国儒家道德修养论的核心。在这一基础上，王阳明提出了一系列道德修养的方法，例如克己省察、静坐冥想，通过各种事情来磨练自己，以及树立自信和志向等。只有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才能保持内心的纯净，不让私欲污染或遮蔽我们的良知，进而实现真正的良知。阳明心学强调内心修养，它是一种增强人内在力量的哲学，也是帮助人实现成功和圣贤境界的力量。人们的焦虑常常源于内心的欲望以及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只有通过整顿自己的内心，使之平静安定，我们才能够达到苏东坡所言的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境界。这样，即使身处充满欲望的世界和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我们也能够找到一片宁静、安宁、淡然的精神家园。感谢各位观众的观看。若您觉得今天的内容为您带来了新的思考角度或者实际价值，我们诚挚邀请您点击下方的点赞和订阅按钮。非常期待与您下一次的相聚。